好，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东的情势哦，尤其现在在加萨这个战火暂停之后，几件事情，我们先来看到20名的以色列的人质终于是全数都获救了。当然了，现在在特拉维夫的街头是一片的狂欢声哦，民众挥舞着旗帜放烟火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终于是经历了2年来的历史性的一刻。就在民众庆祝的同时，川普呢，他则是特别登到了这个以色列去，抵达以色列，并且在国会大楼这边高调的进行演说了。他说：“这片土地啊，终于迎来永远的和平。”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一起关心哦。他还大赞这个纳坦雅胡，他说他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但那正是他伟大的原因，干得好。然后叫了他的小名叫做 BB 哦。那但是呢，川普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们看到他口中这个伟大的人，现在纳坦雅胡在经历什么呢？因为纳坦雅胡现在啊，正好被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他正式发出了他涉嫌2件事情，第一个战争罪行，第二个还说他有贪污的重罪。在以色列国内也接受到非常严厉的刑事的罪行哦。那可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川普甚至还邀请纳坦雅胡去参加加萨的和平峰会。这话一出啊，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听到非常的生气，他说：“未来只要有纳坦雅胡的地方，我就不会去出席哦。”川普现在希望以阿正常化成为全球的笑柄，到底他能不能成功的请到纳坦雅胡去参加这个会议呢？那纳坦雅胡能够躲得过来自于 ICC 的追捕吗？还是会被押上海牙？还是他可以透过他的政治保护伞继续横行国际？上志哥怎么看？题目虽然是提到纳坦雅胡，但我们还是要从这次停火，它是停火。当然，从川普口中不断的讲说永久和平，永久和平，可是谁信嘛？从停火到真正的和平这件事情，它还很长远。我一直记得对于中东战争这件事情，我有印象，大概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看电视，就那时候其实包括当时加萨走廊，我就好说哦，加萨走廊，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中东这场战争，在我这个人短短的一生当中，也已经超过40年以上的经验。你难道只是现在就可以和平，而且永远和平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哈！所以，但是现在停火了。停火，你说是因为在巴勒斯坦这方面或哈马斯他们的状况没有，关键者就是纳坦雅胡。纳坦雅胡不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在早先都他不应该打，打了死去活来，但他现在为什么不打了？以这为聪明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来说，他当然现在有特别的处境。我们现在看到他特别的处境，他为什么不打？首先第一个部分当然是川普要停火。所以，川普的压力当然是对他最直接的。其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于，作为纳坦雅胡执掌权力，而且在动武的这个以色列，乃至以色列里面所谓的这个全球当中非常重要，叫做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一贯从纳坦雅胡到以色列到犹太人，这一整个面临现在什么处境呢？除了美国现在还在挺他，但川普要他停火之外，你现在放眼全世界。比对于现在乌克兰战争来说，乌克兰战争整个北欧是北约，甚至整个欧洲国家是站在乌克兰这里可是现在纳坦雅胡中东情势，除了美国站在以色列这里，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首先联合国国内超过150个国家，非但是在谴责以色列，尤其谴责纳坦雅胡，甚至都已经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了。所以这个独立建国当中，包括英美这些国家，所以这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处境。好，如果要打，继续打下去，第一个刚刚讲联合国或全世界的国际政治，除了美国之外，现在已经走到一个走不下去的地步了。以色列。其实第二个部分，看到先前的危机，就是阿拉伯国家大团结。在思敏的这个题目里头，我们都在关注的部分是包括所谓阿拉伯北约。也就是说，现在你东打、左边打、右边打，现在你推使的包括南边、左边的埃及，甚至包括沙特等等，所有这些国家，甚至伊朗全都站在一起。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你继续打下去，是不是你逼着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军事方面跟你站在一起，跟你要对抗了呢？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现在纳坦雅胡所谓面对的情势，更不要说现在犹太人整个在国际间臭掉。像现在西班牙是驱逐犹太人的，把要求所有的犹太人是要离境的，就是说整个犹太人作为在国际当中文化社会当中有一个地位，已经全部要耗用掉了。所以现在作为以色列犹太人跟纳坦雅胡
他现在要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现在此刻看起来，至少他得要停火吧。更不要说现在把人质交换回来，这可是川普心心念念的东西，因为当然很多美国的人质，所以现在眼前这个抉择不是一个迫于现实，也包括迫于现实，但重要的这还是一个纳坦雅胡已经精算，他不一定是战争结束，但眼前这一步对纳坦雅胡个人或对以色列是最好的抉择。是好，纳坦雅胡经过了这个政治上面的考量，是决定现在要暂时就加沙这件事情暂时停火。那刚刚也提到了嘛，在这一场战争之下，也促使了这个阿拉伯北约阿拉伯国家甚至是埃及跟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现在也都团结起来。那现在川普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已经使出了一个全新的招数。我们要来看到，就是在最近同一时间，美国突然间向卡达递上了这个军事大礼。什么大礼呢？就是说要开放美国的本土基地，让卡达的空军可以进驻到当地。大家在解读说，这个川普是在对卡达赔罪啦，因为上次容许以色列针对卡达做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华刚哥又怎么看？阿拉伯世界经过川普这一招会买单吗？还是只会持续的对美国感到反感？你怎么看？这个我看不懂啦我跟各位讲，我真的看不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哪里不训练，你非要跑到美国来训练。对我今天讲句实在话你川普你现在这样，你就打了人家一巴掌，然后现在我们台湾话说给你秀秀没事吧？你被我打了痛不痛啊？对不对？那以色列打我们分明就是你同意的嘛，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不知道啦。以色列空军4架 F-35，再加上8架的 F-15，进到了卡达的领空里面，是谁都不知道。然后当然了，他是实行精准打击，也打到了目标，然后当然没有消灭到他们想要消灭的就是恐怖分子。但是呢，像这个行为是卡达建国以来第一次被外力入侵，大家了解吗？对，没有人打过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跟所有人都好我们也不是极端伊斯兰国家。我们竟然被以色列打得这么一拳，你知道卡达的空军，卡达就是防着这一天，所以卡达竟然有标风战机，还有 F-15 Eagle， 美国最好的 F-15鹰式战机。所以你知道，现在突然川普说来，你来这个我们爱达荷特别帮你建了一个基地你可以有一整中队的飞行员，12架。跟12名飞行员，还有300名的技术人员进驻，让你们使用。而且我们这个 Mountain Hall 基地它翻译成山景城基地。这个基地呢，还可以让你们跟我们美国空军的 F-15联合训练。训练什么？训练 AGM-154跟 AGM-158这种遥攻武器。意思就是说，你们也一直很想跟我们一起训练。我有时候常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你干嘛？你卡达不跟沙烏地阿拉伯一起训练？沙烏地阿拉伯几百年前就已经有 F-15了。卡达说：“我不要，我跟沙烏地阿拉伯练不出任何东西来，我还是要来这边练。”所以我今天就讲一句，就是说我今天打你一巴掌，我今天再安抚你一下，这是川普他用的招数。但我今天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卡达不会忘记这个仇，他一定会永远放在脑海里面。他现在不把它翻开来是为什么？他跟美国还要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天美国再次踩到他的红线，乌代尔基地你还要不要混啊？对就在我卡达境内，所以美国专门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卡达有时候我们看看也是真的蛮可怜的。我们再来看看后续的发展。好，所以最近这个川普的动作针对阿拉伯国家是真的很多。那除了针对卡达最新签了这个基地之外，另外一方面他就签了一个叫做加萨宣言的另外一个协议。那他就说呢，有了加萨宣言之后，就是未来新中东的一个和平起点了。但是重点是以色列跟哈马斯配不配合呢？现在看起来是不配合的，因为呢，我们来看到，首先以色列的防长说了，第2阶段我们要摧毁所有哈马斯的地道那以色列国内也是宣布呢，这个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还爆发了抗议。那哈马斯同样也非常的强硬，他说我还是不信任以色列，我还是不会解除武装的。这个战火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延烧？聂老师又怎么看？OK， 我觉得这个我们讲一直想拿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创所有的战争他都说他可以摆平，而且他自己说停摆了7大战争，没有一样停的。
6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呢，因为地区较小，那看起来这个伊朗有机会啊，这个一直攻会把他那个天穹把它打破，然后打进去，所以呢，他才出招了。从这个 G7 会议呢，回去说2个礼拜，结果2天就用 GBU 武器去炸了伊朗，大家都还记得那是伊朗事情。但伊朗之前面有很多代理人战争的代理人，包括哈马斯这些事实，但这就是所谓中东危机的一些两边的这个对决。可是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纳坦雅胡就像他的儿子或他的信徒一样，就是川普信徒，所以他一定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那现在他强调的和平其实是一个偏颇和平嘛，非常清楚。他这个所谓的和平，这个 definition 定义是他说了算。所以你刚刚讲那些什么，现在都是他说了算。第二个，未来有个重要的就是哈马斯或者这个所谓的未来的巴勒斯坦怎么建国，这是他认为他由他来决定的。所以这个 decide 也是靠川普，他说了就算。可是你知道也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如果在一个村庄，就是有个刺青的黑社会老大又壮又拿着枪拿着刀，每天在你前面晃，你很怕他，但是你又很讨厌他，气他，又甚至恨他好了，甚至杀过你家族的人，你敢对他怎么样都不敢。所以我觉得以哈这个地方和平是不可能，但短暂停火是有可能。我只能讲说，短停火为什么有可能？原因很简单，这两边看起来是势不均力不敌了。就如果势均力敌的话，就是都可能有 win-win， 有可能赢，那当然还马上会打，因为哈马斯可以反击嘛。但现在不是，要不然就第二种，看起来就会输，但是我誓死也要跟你抵抗到底，那也可能打，但短暂我看都不会。但中长期不可能啊，一样的，我也是从小就听到中东危机、中东战争一堆，要几十年了，停过了吗？川普如果真的让全世界的未来的中东就不再动了，这个一定要拿和平奖。但是可能吗？我觉得就是 impossible。这 impossible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啊，他这次提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里面有20项的具体措施，里面讲到人质释放，当然对方可能会答应。第二个要瓦解哈马斯的所有的战力，这战力包括你要解除所有的武装。这时候哈马斯马上反对，说我就是不可能解除啊，要不然就杀了我。这个东西就很清楚的，你把武器都缴械，我以后怎么跟你敌对？那当然他们不解除的意思就是我们未来慢慢我们就是韬光养晦，当然这个有点困难，但未来的中长期这个所谓的战事不会停息，未来的战争还是会发生的。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